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小号手出的这个新款大黄蜂。这款大黄蜂就不是之前小号手那个独立大黄蜂电影系列里的造型了，而是换到了变形金刚第5部最后的骑士里的造型。伪装形态是科迈罗，变形后更现代细碎一些。合体的封面 logo 已经换成了最后的骑士的电影标题。一侧给我们展示了这次大黄蜂的完成效果，而另一侧则是显示了玩法：双武器、双头雕和一个标配的底座。左侧有一个实体化的热破，看来是下一款产品。但是如果买热破，感觉 UT 也是个很好的选择，赶紧开盒看看。这就是这一盒内全部的内容了。板件效果很漂亮，这是小号手变形金刚拼装系列经典的一个预涂装效果，分色细节很精致。C 板件是偏软胶的一个材质，但也做了上色。头雕单独安插在了通用底座的 Z 板件上，腰部这次则是有额外单独的一个分件。说明书是个小册子，显示了更多完成品的效果，还有分色的指导。拼装流程什么的咱们就随便看看了，那我就赶紧开始制作。结果第一步我就翻车了，头雕的刻线给我刻烂了，那干脆就随便渗线自洗一下吧。这里我混合了黑色和褐色，接着就开始自洗起来，这一步就很随意了，轻松加愉快，只是往上抹就可以了。接着我用了一些银色给黑色机械的边缘做一些干扫，因为细节很丰富就像在纸上刮硬币一样，就很好玩。最后来一层亮光保护漆。这次的大黄蜂给我感觉真不错和之前小号手的那款对比，这次质感实在是好太多了，尤其是内购增加的分色很漂亮。整体的高度是9厘米左右，因为是纯塑料，重量是21克，真的很迷你拿在手里都有点心疼，怕弄坏了。背后的翅膀给我一种昆虫的观感，正面起伏层次相当的锐利，配合上真人电影细碎的设计语言总之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非常有原型车造型的那种风格。伪装形态的这个科迈罗也是很帅下身部分得益于这次预涂装的分色更加丰富了，所以效果也是很好的。总之整体来说制作很简单我除了刻线的阶段翻车自己纠结了一下，其他几乎没花多少时间，感觉就算简单速组去制作，这款大黄蜂外观效果也会非常好。当然预涂装也会有缺点如果水口刚好在漆面部位就会有瑕疵了。把玩起来肩部有一点点的前后转动，抬起的高度是不错的，大臂甚至还有一个平转关节，但美中不足的就是肘部只有90度可动，腰部能有轻微的平转，但不能前倾和后仰。得益于本身设计的优势，胯部的前后这个摆动的自由度是很大的，但大腿没有平转关节膝盖的可动范围稍显不足，就让这款大黄蜂其实不太适合摆太夸张的动作。脚踝的部分内部的轮子和脚部结构上有联动，非常好看，侧摆的范围也很大，这使得这款大黄蜂可以摆出一个还算可以的一字马。配件方面，这次给了2种头雕、2把武器和一些造型手。锤子预涂装了银色，配上嫩黄色的车漆，质感不错。安装在对应的孔洞造型手上，就可以实现握持的效果了。配合锤子我继续拔掉普通头雕，换上战斗模式的面罩头雕，就可以模仿电影里大黄蜂和擎天柱战斗时的一幕，做一个蹲地战背的姿态，勉强是可以的。可动我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就是总感觉一些地方关节的设计还是不能满足把玩那种大动作的需要。接着手炮是全银色的一个涂装，结构细节也很不错，后方内部有连接胳膊用的卡榫，这里把手炮插在胳膊上就能做出射击的造型了。再配合背部的支架孔洞，我拿大黄蜂做了一个腾空射击的动作，这个动作比较依赖机甲腰部和腿部的可动性，所以这款大黄蜂摆这个姿势还是略显勉强了一些。总结来看这次小号手造型和质感表现的真的是很不错，所以就算可动略差了一些，这款变武的大黄蜂依然很优秀，很适合挑一个正常的站姿拿来站柜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很推荐。